作为一名极限越野的摩托车手，究竟开什么车才能匹配上他的气质？眼前这个正在表演特技的男人叫阿牛，是将军轮胎赞助的一位车手。由于他平常的表现不错，所以公司决定奖励他一辆私人专用车。杨哥在和负责人交涉之后，就和经理驱车来到了阿牛的训练场地。两人在这儿转了半天，在即将迷路的时候，突然看见空中飞来了一辆摩托，这才确定了位置。此刻阿牛正在训练，杨哥并没有打扰，而是在一旁静静的观看。一圈下来之后，阿牛来到了两人面前，他们开始洽谈改装计划。由于这是私人专用车，所以阿牛想把自己的丰田坦途改装一下。这辆车之前也有小改过，换了全地形轮胎和一套加强悬挂系统，但阿牛还是不太满意。他的想法就是主要更新一下内部，其他地方就让车厂自由发挥。一听到这句话，杨哥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兴，这说明他们车厂已经赢得了大众的信任。大家简单的寒暄之后，他就把车子开了回去，然后给员工们制定具体的改装计划。杨哥打算先给车子装一个车顶架，这样就能安装照明灯，还能放备胎和备用汽油，再将车头装上一组特制保险杆和绞盘。如果阿牛在野外越野陷入困境，还能叫车来拉他一把。至于车子后面的斗里，会放上几个工具箱，用来收纳装备。至于内饰方面，他们会用柔软的黑色皮革包覆座椅，在头枕上装 DVD 屏幕。功能方面的话，会在车里装卫星电话和一套高质量扬声系统。最后车身的涂装，车厂会做成黑灰迷彩，这种配色既低调又好看，非常符合阿牛的性格。从上面的计划来看，这次改装的重点在内部，而这正是西海岸改装厂的强项。队员们清楚了计划之后，就立刻开启了改装之路。他们先拆掉了轮胎，打算换一套更强的悬挂，这算是车厂给阿牛的一个惊喜。这是我见过最强的悬挂系统，视频中的车子4个轮子都快飞出去了，但中间部分依然稳定如钟，里面的人表现得非常淡定。这个情况让车内的经理很满意，当即决定采购一套用在阿牛的车上。悬挂的问题解决后，车厂开始拆掉车子内饰。这次负责内饰部分的是眼前这个硬气男，虽然人家外表看起来很粗犷，但是心思却十分细腻，在拆卸内装的时候轻手轻脚的，生怕碰坏了其他零件。当大家正在手忙脚乱的工作时，杨哥派员工去找了一趟阿牛，把人家的2个摩托车都拉了过来。因为之前阿牛提到过要用这个皮卡运送自己的摩托，考虑到这个因素，车厂在改装的时候要把车子放上去进行比对，看看怎样设计能让空间变得最大。不过令大家失望的是，当摩托车放上去之后，这个后门直接关不上了，不过中间会剩余很多空间，这让车厂陷入了困境。究竟怎么改造能把空间完全利用起来呢？这边大家正一筹莫展，另一边的经理却顺风顺水。他接到了悬挂公司的电话，为了说服西海岸车厂，对方直接邀请经理去体验悬挂的性能。结果大家也知道了，经理被车子的表现折服，当即订购了一套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销售方式真硬核。在等待悬挂到货的时候，车厂员工开始设计车顶架，他们切割了一些钢管，然后根据数据进行打磨弯曲。这个过程中不停地放在车上比对，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项工作。正当大家要继续下一项时，悬挂公司的人将货送来了。这是一套超强的泄压式避震器，缓震效果没得说。另外他们公司还是一条龙服务，不仅送货上门，而且包安装，这给车厂省了很多麻烦。这2人操作了将近4个小时才完成这项工作。不过对于车厂来说还没完，他们还要给后轮来一套空气悬挂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到时候车子会拉很多东西，导致中心不在正中间，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调节空气悬挂，让车子保持平稳的状态。可以说车厂的考虑非常周到。员工先把压缩机和气瓶装好，然后将气囊和线路连接了上去。这辆大皮卡我想没有男人会不喜欢，它搭配了超强的悬挂和一套巨大的轮胎，说它是越野王者都不为过。虽然现在他看起来很帅，但整个改装过程却一波三折。话说杨哥为了尽早完成任务，出动了车厂的全部人手。现在员工正在对车顶架进行改进，他们给前面焊了一个支架，用来装一套越野头灯。在焊接支架的时候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要在上面预留天窗的位置，不然会挡住原车的天窗口。2人一番操作之后，在上面焊上了铁丝网，这部分用来装皮卡和摩托的备胎。现在这个车顶架就算完成了，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就是后面的车斗。大家要在2侧安装箱子，用来收纳阿牛的装备。简单的测量之后，员工用车床切出一套边缘架，用这个当做箱子支架。与此同时的内饰部门负责人端来了一箱麂皮，他们要用这些材料替换掉原本座椅套上的中间部分。由于交车时间马上截至，整个车厂现在是一片紧张的气氛，因为一旦这次没有按时交付，就会彻底砸了西海岸积攒多年的口碑。要知道老外是很看重契约精神的。现在车厂的进度在排气管部分，设计师拿来了一张图纸，他们要重做排气系统，将管道缩短一些，这样完成后不至于太难看。不过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，这最后一根管太细了，根本套不到车上，无奈他们只能重新制作或购买，这可真是太耽误事了。
现在车厂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所以在等待的时候，他们直接把车子推进了漆房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并没有打磨掉原漆，而是直接来了一层黑色底漆。看来一旦没有杨哥的监督，员工们就开始了糊弄。为了打造出迷彩的效果，大家在车上贴了形状不规则的贴纸，给空白处喷上灰色油漆，这样就能打造出迷彩效果。经过一晚上的等待，表面的油漆总算干了。接着车厂进行最后的收尾，给皮卡装上一套轮胎，内饰也全部进场。最后在车身来一层雾面烤漆保护膜，这样可以避免车漆被东西划伤。经过大家几个小时的组装，这辆大皮卡总算完成了。大家通知杨哥来检查，他对改装出来的效果非常满意。为了给阿牛一个惊喜，他们直接开着车子来到了越野比赛场。在所有观众的注视下，阿牛看到了自己的皮卡，他表示非常的满意，简直就和他的设想一模一样。看来西海岸车厂再次取得了成功。